新疆小伙失手闯下大祸，一肘打碎韩国选手太阳穴，瞬间躺尸擂台，吓坏现场美女。他是我国100年难得一见的武状元，也被称之为拳坛黄飞鸿。精通上百门传统武术的他，经常凭借灵活的身法和凶狠的出招，将对手打得痛不欲生。他将中国拳法更是练到了炉火纯青，巅峰造极。在上一场比赛，更是在8秒钟之内打出40多拳，将外国选手打得狗血淋头，毫无招架之力。赛后更是霸气表态，打比赛并不是目的，让观众满意才是他的目标。真的。我的目标不是赢下冠军，我的目标就是让观众满意。好，观众朋友们，眼前这个一脸稚嫩的小伙，便是来自于中国的拳坛黄飞鸿泰伊拉克。如果谁把他当成小孩，那他的下场肯定会很惨。好，我们再注意看眼前这个浑身散发着泡菜味道的选手，没有错，这是韩国冠军金韩社。我实在搞不清楚，中国人连泡菜都吃不起，为何还要打拳？他们在我的面前就像一个骨瘦如柴的猴子，我敢保证，我一拳肯定能打翻10个中国人。观众朋友们，有的时候真是为韩国人的无知感到可悲，感到可笑。他们竟然把泡面和泡菜当成国宝，当成国宴。用韩国人的话来说呀，不是牛肉吃不起，而是泡菜更有性价比。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世界早晚有一天呢，是韩国人。但凡是好的、露面的，韩国人都说呀，是他们发明的。书法，韩国人发明的；如来佛，韩国人发明的；上帝，韩国人发明的；孔子、老子、孙子4大发明都是韩国人发明的。那有些观众朋友想问了，那韩国人发明了全世界，中国人发明啥了？没错，我们发明了韩国人。好，双方比赛开始，这里废话少说。好，我们注意看，左边的红色裤衩红方选手便是泰伊拉克，而蓝方选手灰色裤衩便是韩国选手金韩社。小龙梦露，对手级别越大，力量越大啊！无论是速度、力量，这个级别都是最好的。对手泰迪拉克不要被这样子2个卡布基已经踢到了。对手金韩瑟呢是一个报价非常稳、一个拳击打法的选手，所以他这个报价是始终非常好。从去年新加坡的比赛就看出来。对手的前摆横了，划了一下嘴边。这场比赛虽然说刚开始，但是很明显两个人啊已经打出火了。哦，转身踢腿，哦，旋风踢，哇哦，不愧是我们中国的武状元啊！泰拉克呢很敢出动作。泰拉克精通上百门中国传统武术，所以说他的每一招每一式啊是非常具有我们中国传统武术的特色。泰拉克想要去追一拳，但是对手啊，这个步伐转出来的速度很快。泰拉克最长的连胜是在一波8连不败，7胜1平。后手距离有哦，漂亮！对手连续进攻的能力很强啊。对。哦，互换。后手拳。泰迪拉克还是不够硬。对。哦，这边进去挨了好几拳，有种，对手有点晕，这边刚才眼神有点涣散。泰伊拉克这个小伙不仅是拳腿功夫到位，他的硬度也是很强，该拼拳的时候完全不畏惧对手。对手金韩社他是一个重炮手，而泰伊拉克的拳更是练到了炉火纯青，巅峰造极。再一个，对方一个吃泡菜长大的，怎么可能打赢我们吃羊肉长大？泰伊拉克出生于新疆啊，从小吃羊肉。好漂亮，转身边拳再接腿法，再来，哇哦，真敢出招啊！很冷，转身动作还是要小心啊，不能连着用。中扫漂亮，泰拉克腿法，我觉得是好于他的拳法。泰拉克是而且会换架，对手比较难判断。哦，绷直，这个太好了做的。泰拉克今天状态不错啊。前摆后直，2个交换。看一下，肘，劈肘拳也有，后摆踩到脸了，对，踩龙，哎呦，泰拉克今天上来这整活可以的，连续摆拳，但是自信。这场比赛不得不承认，两名选手的硬度都很恐怖，好像都是铜鼻铁骨。看这个架势和这个战况的话，哎呦，互换前手都晃了，但是明显金韩社晃得更严重。
这场比赛看情况的话，双方今天是不倒一个，估计是不行了。而且本场比赛的举办地点正在我们中国上海，所以说泰拉克背靠祖国啊，他肯定是想打出一场精彩的 KO。放弃花哨的东西，开始准备白刃仗。估计赛前金汉瑟也没预料到会是这么艰难的一场比赛。后手前摆，只剩下1分钟了，转身肘，是个转身肘，再打又来一中，贴膝，转身肘，哦，超人拳，后手，真敢出动作呀！好，双方的比分已经出现了41比36，泰拉克略微领先了金寒社5分。好，注意看泰拉克摸了摸自己的裤裆，刚刚是被对方顶膝踢到了一下，泰拉克表示没问题，并没有叫停比赛。注意看时间，最后的20秒钟。从这边看，金寒瑟的左眼角是开口了，微微的开了一点。哦，这边中扫换前摆，金寒瑟感觉体能不行啊，中击挨得太多了，主要是中击还来个扫堂腿，是还来个反身打入，真敢出动作呀！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双方的对拼呢打的的确是有点激烈，我们看泰拉克也是有点累了。好，再看金寒社，泰拉克是有点累，这金寒社感觉魂儿都快打飞了，还喝什么水呀？赶紧喝点泡菜汁补一补吧，这个补充能量啥的。好，第二回合双方比赛继续，代表认错了啊！红方选手红色裤衩泰拉克，灰色裤衩蓝方选手便是韩国的冠军金寒社。好，前手后手连续2拳，哦，对方有点晃，但还能站得住。哇，这个韩国棒子太抗揍了。哦，赢到了。这边看，泰拉克一直在骗对手的后手，对，想让后手拉出来，压进来。肘击有了，看着啊，挑进去没挑着，看看。高扫，对手不怎么起腿啊，但是刚才那个高扫很冷。踩腿，转身，中扫，下劈，后蹬，低扫。这边膝盖硌了一下。刚才这个杠的很虚。后手迎击漂亮。漂亮！这边韩金瑟有点晃，金寒瑟有点晃，互换。又是一拳，再来！哇，这个韩国选手，观众朋友们实在是太顽强了，就像打不死的蟑螂。他的脸皮太厚了，都说人要不要脸，真是天下无敌。这韩国人不要脸啊，果然这脸蛋子非常抗打呀。击服，我觉得这个越击服越好。后手，漂亮，直接睡了。好，观众朋友们，精不精彩，好不好看？纵使再抗打，那也是个肉靶子，也只是我们泰拉克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遍。左手的肘击，哇，这下口水都打飞出来了，这是完全不行了，整个人是直挺挺的。我们看他的眼神已经飘了。估计对方的脖颈还有下巴是不保了。那么恭喜泰拉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中国选手蔡雄雄出国参加比赛，竟遭到老外歧视，在新闻发布会现场竟被对手故意偷袭，一拳 KO， 瞬间晕死擂台。然而对手却大摇大摆地离开了现场，想要溜之大吉。然而中方团队早已堵住了大门，老外整个团队都惨遭群殴，被打得片甲不留。第二天的比赛现场更是惨烈，愤怒的中国选手们将本国的选手一个个打得狗血淋头，无一幸免。然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老外在发布会现场故意找茬，恶意下潜抱摔，想要放倒中国选手。发布会现场更是羞辱中国选手都是软骨头，光是看到他的脸都会当场吓到跪地求饶。中国勇士刘文波在台下彻底被老外激怒，当众怒砸水瓶，掀翻桌子，就要冲上擂台教训老外。我不能给中国人丢人，我和美国人拼了，我的大命，谁能抓住我的命？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重磅级别的中美大战。本场比赛可谓是极为罕见，因为中美大战当中的重磅级别对决真的是很少，因为我们中国的重磅级别选手啊实在太少了。好，
正在出场的选手正是来自美国的街头霸王桑农里奇。观众朋友们，不瞒您说呀，这个桑农里奇已经49岁了。但最近他听他的经纪人说呀，我们中国的钱现在很好赚，中国选手也很好打，他便不远万里的来到中国，想趁着晚年再捞上一笔赚一笔养老的费用。在发布会现场，甚至学起了别人做出了一些嚣张的挑衅，甚至用言语来羞辱我。但这个嚣张的老外不知道的是，本场比赛他惹错了人，没有错，惹到了眼前。我们看凶神恶煞的中国选手刘文波。我们以前总听说呀，一个人充满杀气，我们只是听说，无法形容。那现在的话，我们注意看，这就是满脸的杀气。包括赛前刘文波也说了，本场比赛要和美国人拼命。你没有听错啊，要上刺刀，要拼了。好，再注意看刘文波指着对手，这应该不是在骂人吧？哈哈，这个表情应该是在慰问对方的家庭啊。问对方的老婆、孩子或者父母过得好不好？我们中国选手一般来讲是很有素质的应该不会骂人。好，双方大战正式开始。我们看这是什么情况？两位选手彼此搂住对方的脑袋。哇，刚一开始这个比赛就进入到白热化。桑农里奇率先受不了，率先推开了刘文波。看来刘文波不止他这个嘴上厉害说狠话比较狠的，打比赛也挺狠。刘文波也不年轻了刘文波38岁，也属于一个已经退役的年纪了，但比对方的确还是小了一些。对方的生涯战绩是89胜53负，有很多的一个街头格斗的经验。Nice jab there. Was that wobbling or? Check hook lands for Shannon Red. Taking fighters taking turn. 在拳法上，刘文波的确是碾压对手，因为本身刘文波就是练习纯粹的拳击出身。但今天是一场综合格斗比赛，要小心对方可能会摔。来了，刘文波，这下没防住。重磅级的比赛就怕下潜抱摔了，那一旦放倒，就很难再站起来。包括赛前这个桑农里奇在发布会现场还摔了刘文波一次，看来对方早有这个预谋他在发布会现场不只是叫嚣，也想试探一下刘文波的防摔如何。仔细看刘文波开口了，这个应该是额头上方啊。The question is whether or not that cut is over or below the eye. If it's over the eye, the fight can be almost over. Wow. 现在这个血很明显流到了刘文波的眼睛里。我们看一下刘文波是不是要找什么机会尝试要站起来。哇，注意看刘文波的半边脸都是血。好，裁判临时终止了比赛，要处理一下伤口，因为这已经影响到比赛的一个节奏了。现场有些观众甚至捂住了眼睛，根本不敢看。好，应该是涂了一些凡士林，现在刘文波的脸上很干净。接下来要小心了，要提防对方桑农里奇的抱摔了。虽然说打的是综合格斗但是刘文波之前几乎打的都是拳击或者说踢拳或者丢搏击对于摔跤还有这个地面技巧他几乎为零。又来了。Big overhand down to the judo trip. Shannon Rich is the one who's won the mind game. Maintaining head control, he's throwing some strikes. He needs to get his. 所以看这个桑农里奇也是个老油条，他把脑袋抵到了刘文波的肚子上。
这样一来，刘文波在下位也很难进行一些反击，很卑鄙啊！这的确是个老江湖、老油条了。哎，有机会，刘文波背靠龙网，有一个借力点。但对方像一块橡皮糖啊，粘住了刘文波。最后1分钟的时间，哦，什么情况？我们看刘文波完成了反转，1分钟，疯狂的大摆拳，左手重击。我们看桑东里奇没动作了，还在砸。好，比赛结束。哦，裁判终止的有点不太及时，说实话，真是有点不太及时。桑东里奇在3秒之前早已没了动作，但是裁判可能是想给他机会，但当然有另一种可能啊，想给对方呢多吃点重拳啊。真是个好裁判，怕对方饿着。好，那么恭喜刘文波，说到做到。本场比赛啊，说拼命就拼命。本场比赛胜利属于我们。让我们恭喜刘文波这位来自我们中国山东的好汉，太给力了。好，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注意看，重达500多斤的美国黑金刚擂台突然失控，将无视规则将中国选手扔出擂台，还一把推飞了裁判，将中国选手摔断了脖颈。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擂台发疯，将中国选手击倒之后，现场裁判本想终止比赛，但无奈根本推不动他分毫，只能任由他把中国选手打到断气为止。每当遇到中国选手，他都会痛下狠手。现场裁判和擂台规则对于他来讲都是摆设，在打倒中国选手后，还疯狂的不断踩踏，现场上来5、6个人才勉强将其当场制服。这个发疯的黑猩猩正是来自于美国人送外号野兽的鲍勃萨普。你知道吗？中国人实在是太可笑了，明明长得都很矮小，却还敢来挑战我。对，我把话放在这里，任何中国选手只要敢站在我的面前，我保证把他打进棺材里。中国内蒙勇士见他如此嚣张，便主动站了出来，向他发起挑战。我会让我的对手记住什么叫低调，出了国就到了外国，一定要低。好，观众朋友们，比赛还远远没有结束。见老美挨了欺负，失了利，身为儿子辈的日本官方赶紧站了出来啊，派了一名日本选手，一名传奇老将，47岁的藤田和之。没有错，正在出场的便是藤田和之，他已经47岁了。说好听点，他是个传奇老将；那说不好听点，他已经是马上要进棺材板的人了。好，看完打美国，再来看打日本啊，这个别一番风味啊！观众朋友们，注意看，奥日格勒像一台推土机，人形推土机。将这个棺材板不是将这个日本选手按在了笼边。当然了，对方年轻的时候的确也是一个叱咤风云，在国际拳坛很知名的选手。奥尔格勒23岁，对方的话是47岁。哦，连续的勾拳打晃了。哦呦，实在不行，给他拿个拐杖吧，啊，边拄着拐边打吧，要不这都站不稳了。这搞不好明年的今天啊，就是这个藤田和之的忌日了。双方僵持到了笼边，奥尔格勒也不着急。这个日本的老乌龟老头啊，还真是大胆。我看他呀是想换个地方住啊，想换到这个小瓷罐或者小木盒里边住。好，裁判分开了双方。这个日本的老家伙曾经和菲多啊，俄罗斯的菲多和克罗地亚的战警啊，米尔科菲利普维奇都打过。包括像美国的鲍勃萨普啊，上一个输掉比赛的家伙也和他打过。哎呦，你看这，哎呦，我看他上炕都费劲，这买菜都费劲，还打拳。哦，一把推倒，奥尔格勒不要留情了，打准，打脖子。好，裁判终止了比赛，也是怕对方啊真被打死了。
日本人打完了，观众朋友们，轮到谁了？没有错，轮到了恶心的韩国棒子。要说日本人嚣张，美国人霸道，那么留给韩国人的标签那就是有点恶心了。经常剽窃、偷取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我们中国的节日，包括什么饮食和各种发明各种的东西，他们都偷。很多人说这个全世界的东西和地球都是韩国人发明的。那话又说回来，我们中国人发明了啥？观众朋友们，我们中国人发明了韩国棒子。好，这场比赛是一场双方实力水平包括体型可以说是相当差不多的一场比赛了。你看这个肚子侧面上看都差不多但是感觉奥尔格勒还是要更壮一些呀。好，第一场的话，奥尔格勒用了半分钟秒杀，第二场的话用了半个回合看一下这一场会用多长时间。对方虎视眈眈呐，都快翻出白眼了。待会儿不要认错红方是奥尔格勒，有头发的是奥尔格勒，直接拼拳。这怎么打着打着跑了？又想当逃兵，哪里跑？还想跑？擂台就这么大点儿。什么情况？裁判临时的终止了一下比赛，对方应该是顶到奥尔格勒的裤裆了。这很符合韩国人的特点打不过的时候肯定要耍一点小伎俩，耍一点阴险手段来针对我。好，再看一遍。太明显了，太卑鄙了。好，单看奥尔格勒的表情应该是没问题呀。接下来比赛继续。玩命拼拳打倒了，52秒，比赛结束。重磅级对局果然好看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奥尔格勒又一次成功的拿下比赛，先打美国，再打日本，最后收拾韩国这个顺序非常完美，让我们恭喜奥尔格勒。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能收看到这里，相信能看到这里那必须是相当的爱国了。再次恭喜，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我操！我要回家！双手砸拳，双手砸拳！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我太难了。我来这里就是为了伤害对手，我把他打得越惨，就是对他最大的尊重。这个在媒体面前自信心十足的小伙，就是来自于中国的 KO 男神唐凯。他个性张扬，经常在媒体面前口出金句。上一次没有 KO 丹乐，我一直耿耿于怀。这一次我一定要找机会把他 KO 掉。尹昌敏，你给我等着，你肯定会被我 KO。拳法如何？他以终结率十足的拳法而闻名，19场比赛16场 KO 对手，4处征战闯下赫赫威名。腿法怎样？精准的腿法就像一把狙击步枪，曾无数次摧毁对手的脖颈。综合实力够不够强？深不见底的体能，再加上犀利的拳腿功夫，无论是在地面上还是在站立上，他从来不输任何国际高手。他也经常把对手打得狼哭鬼嚎，下跪求饶。而这一场比赛与唐凯对战的对手，正是人送外号小帕奎奥的马里奥西斯门多。此人作战经验丰富，拳法相当的毒辣。来到中国3战3胜，连嘲讽中国选手都是不经打的饭桶，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做他的对手。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双方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有中国的 KO 男神唐凯大战来自于菲律宾的小帕奎奥马里奥西斯门多。对方为什么叫小帕奎奥？一方面是作战风格比较像，而且另一方面我们注意看，没错这个长得太像了。无论是发型、眼睛、鼻子、胡子身高、体型，几乎就是和这个帕奎奥、曼尼帕奎奥差不多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觉得可以做一个亲子鉴定，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失散多年的亲兄弟。菲律宾的选手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他们一旦练习拳击，那么在一段时间后都会涉猎泰拳。这个是为了自己更有机会走向更多的平台。哇，飞行！唐凯是散打的选手。因为唐凯是看对方头的位置有点低的时候，就来一个飞膝。这场比赛唐凯的身高臂展的优势，两人是战力的。
因为 MMA 比赛呢，在我们国内开展时间呢，并不像世界那么长。对，其实很多选手都是从散打转的。对，这个菲律宾也是武术散打。哇！漂亮！一个撑地的卡波拉踢啊！这个菲律宾也是散打的这个重点培养这个国家之一，他们的选手对武术散打一点都不陌生啊，很多还拿到了这个国际性的这个冠军头衔。这场比赛对方遇到唐凯，打的的确是非常的难受啊！比赛时间过去快2分钟了，这个马里奥一拳都没出啊，这可不太符合曼尼帕奎奥的这个性格。其实主要原因是他的臂展太短啊，打不着。哦，注意看，就像这样，对方一进，唐凯就退；对方一退，唐凯就追，这是典型的游击战的一个战术。地转一个圈。这个唐凯上一场比赛也是游一用扫踢把对方干掉。对 ，KO 了对手。唐凯的单击能力很强，但是他的面对对方摔法和地面的这个能力是很短板。还好马里奥谢斯门多本人也是个站立型的。是，也就是说，相对来说，马里奥不会过多的去抱摔唐凯，这样唐凯的防抱摔压力会小。好手好拳！很多不太懂拳的观众朋友们会认为唐凯的比赛太过于无聊了啊，他不怎么打。满场啊，只知道乱跑。观众朋友们，真正的聪明人啊，是唐凯这种人。他经常兵不见血刃的拿下对手，正是因为他有灵活的头脑和灵活的步伐。可以说拼拳啊，我觉得是个人是个选手都会，但是要有灵活的头脑和灵活的步伐和灵活的战术啊，那这就是凤毛麟角了啊。唐凯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国内还有另外一位头脑高手啊，便是邱建良。唐凯还在不断的拉扯、踢扫。对方就像是一头野牛，浑身的蛮劲儿，但是你追兔子用不上啊。仔细看对方的步伐，这是很有拳击风范的一种步伐。这个菲律宾选手马里奥以前是打拳击的啊，纯粹的拳击，也是近2年转战到了综合格斗，因为这个综合格斗太火了啊，好赚钱。中扫。唐凯的后退后向动速度非常快，让对方很难跟上的。因为对方的身高臂展不占优势啊，所以说这个后退侧移的战术是需要散打系的这个斜侧斜插步，这是对于只有散打精髓的选手才有。是，都知道那些副高峰、方便这些选手，他们的这个斜插步都非常的好。这个外国选手，特别是泰拳式的选手，他讲究3公步的这种稳定。他会忽略一定的知名的侧踹就非常的有意思。是的，泰拳讲究稳定也是有它的原因。泰拳多起抱摔，哇，这个冲上去了，对方手撑地起身了，林铁龙打拳锤击，完全不打算控制，直接砸了，再抱起来了，手撑地了，马里奥谢斯门多，时间不够了。摔倒了，但是唐凯这回会拿优势。对这个抱摔的话，拿到了那个抱摔和地面控制的优势，应该能够让他拿下第1回合。好，观众朋友们，第1回合比赛结束啊！唐凯的表现太完美了，进可攻，退可守，有进有退，灵活多变。我觉得这样的选手真的太少了。好，看一下双方选手第1回合的精彩回放，看一下唐凯的一招一式。哦，你看单手撑地。这种推法很少见，打完就走啊！你看该摔的时候，唐凯也不犹豫，甚至没有假动作啊，就是凭借速度冲上去。好，接下来准备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对局。观众朋友们，相信我，接下来的比赛要比眼前的美女还要精彩。Round 2，唐凯，我觉得是有。这个 KO 有时候靠运气啊，当然自己的基本功很好，不过他更在意的是自己的你看高潮，这个都要打去了，高潮，再来一下，后仰左开，中了，倒地了，这个时候，教练看看希斯门多能不能防守住唐凯1点半的攻势。哇，希斯门多这防守，哇，这一下被唐凯吓得魂飞魄散。我们看唐凯再度打到上位，
看情况应该是要 KO 了，应该是要 TKO。连续的砸击，裁判还不终止吗？好，比赛结束。再坚持多少秒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接下来的话还有3分多钟啊！唐凯无论怎么打，对方是没有反抗了已经。好，非常的精彩，不愧是 KO 男神唐凯。我们再来看一遍精彩回放。哦，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没有抵抗能力了，完全抵抗不住，已经晕了。这个时候想跑啊，但发现的唐凯也是死死的追住他。那么接下来就是按到地板上疯狂锤击。好，再次恭喜好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